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6号星期六，周末了啊，但是今天是工作日，是不是？但这个楼就是大阪府警察本部，那是 NHK 和大阪历史博物馆。但是，正如我的这不爱玩的性格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也没进去过，包括大阪城也没进去过。很久之前来大阪旅行，也在大阪城外边跑过一次，也没进去。昨天看一个科普节目才知道，就为什么这边上下起伏的坡那么多。说原来大阪的阪是土字边的那个阪，含义就是好像说是坡多的意思。不知道，我是听了一家之言啊。今天还是慢跑，我在非常刻意的把速度往下压，因为这怎么说呢？很慢和很快用的这个发力的感觉和肌肉不一样。慢一点有的时候可以提升稳定性，但是也有限啊。说白了，你一个月跑个300公里这么慢的话，可能看见效果得是以年来计了。这就是昨天我看弹幕的小伙伴说，我秋天说加油干，春天会有好成绩；春天说加油干，秋天会有好成绩。但是其实你分析下来，包括看我的成绩，这一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提高，最多就是跑得轻松了一些。因为一方面你还要对抗年龄，对抗生活，对吧？另一方面，其实每个人其实有个天花板，我觉得我到了我天赋的天花板。如果您刚刚开始跑步，那别说一年一个样了，可能一个月一个样。所以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们珍惜这个感觉，大多数人的天花板都不会太低的，不会停在4小时、3小时半这种，可能怎么着都能在3小时15以内。男性啊，成年男性，女性可能能在3小时30左右。只是有的人比较狠，能够触及到那个天花板，有的人可能不行。像我有时候就是比较狠，也就是这样。但是狠与不狠其实也是决定您天花板高低的一部分，是不是？今天咱们聊聊什么呢？聊聊跑鞋。这也要进夏天了，我在收拾我的鞋。最近一直都是穿的这个2代的 Vaporfly。这两天天气都不错，而且这个日出这个太阳阳光的这个感觉有点发黄。我视频没有加任何滤镜，这两天感觉拍出来有点像夕阳，但是真的是早晨啊，呵呵，开玩笑。就一到这一片，再往前一点，前段时间这花的味儿特别重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认识的？我分析可能就是这些，有一股炒黄豆的味儿，再加上一点这个氢气味儿。这边的气候还是因为比北京偏南，还是不太和北京一样，就是相对有那种热的地方的感觉了。行吧，一会儿咱们聊啊。看已经跑了10公里了，一直在5分以外，5分0几。有时候这样压速度也是挺磨练心智的，就只能刻意控制。我看看我能跑多远，最后肯定是要加一加的，最后几公里，要不然这一天的训练完了太沉闷。
像工作日，我几乎很难有下午出去练强度的机会，所以这也是普通人和专业运动员或者说脱产的训练者的区别。你只能承受一些这些时间的问题。咱说跑鞋啊，先跟大家说说我穿过什么。最早穿过亚瑟士，就是 ASICS 卡亚诺系列。那时候第一次来东京旅行，也正好赶上是东京马拉松的期间，有那种限定款。那年是2015年，那款是亮黄色的。之后连着2、3年都穿的是这个系列的鞋，还穿过飞马 Nike 的飞马，还有那几年特别火的超级飞马，就是 Zoom X 鞋底的那个鞋，穿过好几双。之后穿过特步 160X 的第一代 160X 的第二代，还有 160X 第一代织面的那个。然后穿过飞影，飞影从第一代到第二代都穿过，新的这个没有。然后就是 Nike 现在的竞速系列，从第一代4%到织面的4%，到第一代的 Vaporfly， 第二代的、第三代的，还有第一代的 Alphafly， 第二代的，这些都穿过。阿迪达斯呢比较遗憾，其实我刚开始速度有进步的时候就是穿的阿迪。那时候穿波士顿系列和阿迪 Zero 那2双，我的第2双阿迪 Zero 还是在纽约买的，是2017年来参加芝加哥马拉松。那天比赛穿的是波士顿系列，一双黄颜色的。当然后来大家都进军了碳板厚底儿以后，一开始好像阿迪没有，就没再穿。现在真的是挺想试试的，但是呢，还是那天我说的，我不愿意出门。哪天应该去店里试一试号码，看看哪个号合适。但是我其实都不太懂现在的所谓的跑鞋矩阵了。就说说印象深刻的几双。就是我觉得我穿着舒服的几双。第一个呢，咱们先说国产的。我觉得国产跑鞋里我穿过的最适合我的就是 160X 第一代普通款。那双鞋对我来说，就我这个体重、身材、状态和能力，没有什么缺点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我不会穿它去跑很有成绩目标的比赛，但是它日常的训练或者跑一跑强度课还是很舒服的，轻，然后反馈直接。缺点对新手或者说能力不好的小伙伴们，脚踝的支撑不太好，这就不是给就是成绩不好的小伙伴们准备的，那个是给有一定速度基础、有一定能力基础的小伙伴们准备的。但是现在也不好买到了，也没必要再买了。现在据说 160X Pro 评价相当好，但是我没机会穿，这边买不着。之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飞影的第二代，就是不是后来出的那个红色和绿色的，就是刚出的那一款，因为后出那稍微有点沉。这个的定位呢就是日常训练，但是跑绝对速度的训练可能稍微差一点，因为它比较的
平衡，相对不像160X 那么激进，支撑啊、缓震啊都不错。但是牺牲的也就是这些好处带来的东西。之后就是 Nike， 我现在悠然的记得刚穿上4%的感觉，那是在2018年的伦敦马拉松期间，我在伦敦最大那个 Nike 店发现居然有现货。对，大家没听错啊，那个时候想买一双4%，好难的。是伦敦期间的那个蓝颜色，深蓝色配色的。那时候刚上脚的时候都不会走路了，那可能是我们普通人第一次接触这样的鞋，底儿厚，前倾的角度大，然后有碳板，就是第一次穿上那种鞋跑步的那种美妙的感觉，现在再也不会有了，因为人们习惯了。后来就买了一双红颜色的织面的，所谓的第2代的4%。但是这2双鞋都是有明显的缺陷的，对普通人，甚至对业余精英都是有明显的缺陷的，因为它就不是给普通人设计的。并且呢，就算您是业余精英穿上它，它其实也有一些设计的不足，比方说它非织面那个包裹性不太好，织面的那个呢，支撑非常不好，就专业运动员穿可能都会有这点遗憾，就是它有点过于激进。但是那个时候受制于技术，其实没有太好办法可能。然后鞋底儿呢，跟现在的碳板鞋比还是偏软了，可能是材料水平的原因。现在肯定也买不着了，也不建议大家买了。之后就是我一直在穿的 Vaporfly 系列。Vaporfly 1代刚上脚的时候，又有一种那种澎湃的冲击力，跟4%比。那双鞋是在去新加坡的前一天收到的，之后就飞新加坡了，所以整个的开箱评测都是在新加坡录的，大家可以往前翻一翻。首发那双绿色的，我至今觉得，如果对我来说比赛参赛的话，我穿过的所有鞋里，1代的 Vaporfly Next 的是最好的，轻，然后支撑不错，鞋底的回弹反馈很不错。唯一的缺点就是鞋面包裹性不太好，然后你要想要好的包裹性，就得系得紧一些，系紧了容易跑出黑指甲。我无锡马拉松就跑出了黑指甲，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了。不过那个鞋也停产很久了，也不建议买了，因为你买到的鞋底都已经衰减了。之后就是2代的 Vaporfly。现在我脚上穿的这个和1代比，好处是鞋面舒服了一些，缺点呢很明显有2个。第一个是变沉了，第二个是它那个脚踝处那一圈太容易进石子了，因为它是敞开的。就我像这么日常训练这种地，稍微比如下一点雨，或者说是沙石多一些的，我基本上跑完回去鞋里都有沙子和石头。训练还好啊，比赛你要是一上来进了一个你没法忍耐的东西，你就很难受。我第一次穿 Vaporfly 2代比赛是今年出的东京马拉松，跑了2小时47。真正在比赛中，那个重量和鞋面不会对你比赛的体验有什么区别，也还好。之后1代的 Alphafly， 我穿了40公里我就给卖了。那双鞋倒是不磨脚，但是我感觉我驾驭不了它，就踩不动它。包括现在大家看，好多亚洲的专业运动员也不穿，因为你没有那个力量，
说白了没有那个能力。那个鞋就是它会比 Vaporfly 系列沉，然后呢，它会带来更多的回弹和力量，但是前提是你要穿得动它。如果你穿不动它，它带来的坏处就大于好处。哎，5月6号星期六清晨7点08，训练结束啊！一个半程马拉松跑了1小时45，平均配速5分钟整。一开始都在5分7、5分8，甚至5分10。之后从第16公里开始的2公里，就是第17公里、第18公里这2公里，连续冲了4个200米，就是300米、200米、300米、200米这样完成的2公里。最后呢，又多冲了一个，好像是啊，不记得了。然后这200米的配速基本在330以内，就这样。整体的平均心率140，功率201，步频196，触地时间是202毫秒。所以看就是触地时间这个 Stride 应该是默默的调过，它刚上市的新一代那个时候有点问题，那个时候告诉我170，我其实做不到的。行吧，今天这种训练还是挺有意思，就是它会让你磨练你的耐心。前15、16公里一直在5分钟以外的平均配速，哎呦，好难受啊！就老想快，心率一直在136到139之间吧，还可以。其实最近这2天才完全把时差倒过来。其实也还行，这几天一直都是3点多凌晨就醒了，还是早睡早起，就特别困，还是差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。正常我的作息是4点到4点半自然醒，现在是3点到3点半，这真是上年纪时差的影响挺大的，所以我才理解为什么你们看专业运动员，比方说像基布乔格，他很少来亚洲和美洲去参赛。他就是几个小时的时差，他去欧洲、去柏林什么的，其实时差很短。像专业运动员一年目标的比赛可能只有1场到2场，如果不是一个完美的状态，确实是有些难受，是吧？今天一开始说跑鞋，说到一半没电了，也正好，因为这个事儿还想跟大家多聊聊。其实每天跑步跟大家伙聊天，就好像有很多人。有屏幕前的您在陪我一起训练一样，感觉特别好。咱们明天接着聊后半期，聊聊现代的跑鞋，就是现在比赛中大家都穿的，还有我穿过的，好吗？行吧，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加油干，迎接夏训了，咱明儿见。